好，我们要来把久远的作文拿出来检讨咯。国写真的对大家但写作是一种练习与对话。我们想做的是让这个对话多一位帮手，也让这个练习更有方向。国文写作它向来都不是大考中的配角，相反的，它有着极高的配分比例，因此它也是从学校到社会一个重要的关卡。相对来说，国写它是训练你能否好好说话、沟通、表达的一个重要工具。然而，对教师来讲，既往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批阅，所以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去理解学生的内容，并且去达到标准化的要求。现在 AI 工具的出现，就可以帮助老师有效、快速的达到评阅的标准，让老师能够回到教室当中最重要的工作——教学。透过 AI 国写双批阅的平台，它可以先帮我改一轮，这样子我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在挑错字，而是能够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。例如跟学生讨论这句话你想讲什么，怎么样写可以更好。从过去只是单向的一个作文的写作指示，到后来现在变成是共创作文的一个历程。就是我写完作文之后，老师他都会用 AI 批改的评论去跟我讨论，那我自己也会结合 AI 给的建议去进行修改。那这样它的修改方向就会比较具体，比较不会有迷茫的情况。然后我也因此知道我自己其实可以写得更好，然后让内容更加丰富多彩。平常我们蛮多时候是自己花很多时间在批阅，那现在 AI 帮我完成大多数的批阅之后，我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关注个别的学生，引导他们如何表达得更好。AI 的协助是帮助更好的去降低写作的门槛，更高的去提升写作的品质，让学生能够触发写得更多、写得更好。因此，它最大的工作是在帮助你更有效、更自然、更有趣的达到写作的动力和潜能。我最喜欢这个平台的优点就是，每次在我自己写完之后 ，AI 都会给我及时的反馈，它会让我有更好的改进方向。而且，就算我写的再差，我也永远都会有再写一次的机会。更重要的点是，用电脑打字比手写更加节省时间，就可以让我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更好的展现我自己的想法，让我更好去呈现我自己作品的完整性。那过去的作文教学的话呢，最害怕是说学生收到老师的批阅之后，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评语，所以学生可能不知道如何去进一步的修改。那透过国写 AI 双批阅平台，从立意取材、结构与文采都能够分项的让学生知道说在哪个面向是最弱的一环，那进而去针对这样的弱项进一步去修改。那学生的话，在未来的作文写作方面就会更有方向了。现在同学就是会拿那个 AI 平台的批阅结果来问我，那他们拿过来问我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：“老师，这一题这一句话这样改可以吗？或者是说，我这样子修正有没有问题？”所以在这个状况下，我觉得以前我只能改给他们看，现在我可以教他们怎么改。我本来写作文的时候其实很没有自信，因为怕写太烂很丢脸。但用了国写 AI 双批阅平台之后，我反而变得更敢去写，而且更愿意去尝试。因为我知道，就算我写不好，我也不会被批评或是嘲笑，就是有一种陪你一起练习的感觉，不会让你有压力，而且能让你更放大胆的去写。因为我知道老师会看我的作品，但如果 AI 能先帮我审过一轮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它可以陪伴我，就是陪伴我完成这个作品。在 AI 双批阅的机制当中，它可以立即获得反馈，反馈可以引发跟触动学生的反思，反思这件事情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思考，如何能够更好的提升和改进，并且具体的看到自己写作的分数和落点所在。AI 的辅助工具能够帮助学生降低写作门槛，提升写作品质，让学生具体的了解自己的进步所在。更重要的是，学生愿意写，老师愿意陪，这也是教学温度真正发挥的地方。透过这样子的历程，我们不只是陪伴在教学的过程，也是让学生能够学习成长。这也是108课纲当中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体最主要的发声场域，让老师可以在教学和批阅当中取得平衡。
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。